我们第一步呢，先做好一个前后的分区，在顶点至耳上点的位置呢，做好前后分区。这边相同，把前面呢多余的头发梳向前面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在后边去做一个外线，因为我这个头模呢是剪短发的头模，所以呢我留的长度呢可能就会短一些啊。那这个头发的长度呢本身它也不太长啊，它不是特长的那种效果。好，那我们就剪到台座以下2指位到3指位。好，继续，我们去剪一个圆形的底线，水平的啊。继续，这样呢，我们从耳上点各取一束头发来，在后面对照一下，看它是否对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按照这个长度呢向前去做引导，中间左右分开，然后呢，我向前去做一个直线的连接。那我们的底线呢，不要求你有直线的效果，但是呢，你要低角度去修剪。好，这边方法相同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外线的部分呢就剪好了。接下来去做前边的外线。首先，第一步呢，我们从中间取一束头发啊，中间的位置取一束头发。接下来我们去做它侧边的一个重心比例。重心比例呢是指在头顶最高点的位置，然后和头发的发长，在这一个距离内，我们把这个距离呢均等的分为4份啊，先找到一半。如果在这个位置剪呢，就叫2比2的重量，然后一半的一半在这儿啊，在这个位置剪呢，叫3比1的重量，就代表的有3份的重量，1份的层次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一半，然后一半的一半，我的导线刚好在这个距离的一半的位置，也就代表着我们有层次的部分是1份啊，没有层次的部分呢是3份。那就代表着我们整体的发型的结构呢层次不会很高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斜向后分到耳上点的位置。好，在侧边啊，你会看到我们刚才做的导线，拿起耳上点的长度，我们去调整一下手位啊，确保它直接连接啊，手指刚刚好到这个最短的位置啊，然后这样呢，我们去剪刚刚好跟耳上点的进行连接。来，继续。啊，剪到这儿正好连接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前面的切口呢，把它打磨一下。好，好，第2片我们还要分到耳上点的位置。那这一片呢，我们稍稍抬高一点点啊。好，继续偏圆弧形啊。那这个角度较高啊，这个角度较高，我们向外抬啊。刚才呢是贴在脸上啊，接下来呢我们向外抬啊，是这个角度。好，第3片再抬高，看好导线，逐层提高。继续。再抬高，来向后再分一片。好，剪到耳后的位置呢，我们就不剪了。
好，接下来另一侧，同样斜后分到耳上点的位置啊，然后向前45度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头发最短的位置呢会夹在你的手指根部的位置啊。然后接下来拉到上面的中心比例，调整一下手位，确保是一个直线的连接。好，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去修剪。这时候手不要动，继续向上去延伸。好，来继续第二片，还分到耳上点。第二片呢，我们略微抬高，跟随导线。刚才是贴脸啊，现在呢，我们拉平。第三步再抬高。我们去交叉检查。这样呢，我们纵向的拉起发片啊，看看我们抬起来的角度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内部堆积的这样的状态啊。当然呢，也可以不用检查啊。来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只要它变成一条弧形的线啊，并且保持上长下短啊，你剪的就没有问题啊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一片。好，来大家再看一下啊，保持上长下短，然后是圆弧形的切口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去连接后侧，以顶点临近的发长、前区临近的发长为导线啊，我们把它拉高。大家能看到发长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随着头型去修剪圆形的层次。好，然后继续采用放射的方式，一直剪到下边啊，向下去延伸，随着头型呢进行降低。好。随着头型的弧度向下降低啊，当我们剪到枕骨的位置呢，发片的状态、发片的角度是一个水平的状态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向下连接，下边呢是不剪层次的，这样呢能保持我外线的整齐度啊。你看我剪到枕骨的位置呢，把发片的角度拉至水平就可以了，不要向下去连接了啊。来继续，在后区呢，我们做一点放射。随着头型的圆弧度进行降低，好，继续向下。发片的宽窄呢，取决于你对头发的一个控制啊。这种长发呢，你不需要像剪短发那样啊，分得很薄的片，你分的片越薄，你觉得越容易剪出问题。好，继续拉高，降低，随着头型的弧度去走。好，拉平。剪到侧发的时候呢，我们拉平的状态下啊，不要剪到下边底线的长度。好，那这一片的时候呢，刚刚好在耳上。然后它会让你的前后区做一个连接，来降低。其实到这一片呢，基本上没有什么要剪的了。好，再往前连接呢，你就剪不到了。如果能剪得到啊，那说明你剪错了啊。到这一片呢，基本上就剪不到了。好，另一半方法相同，我们再由中间点开始。向两侧去延伸啊，
拉平。再拉高，继续随着头型的弧度进行降低，到枕骨的位置呢，拉平的状态，再往下呢就不要去修剪它了。然后我们的站位呢，随着头型去走，先拉高，然后降低。 继续向前去延伸，这样呢，很快我们就把拳头的层次部分呢就剪好了。啊，那来到侧发最后一片，好，基本上打磨一下，没什么要剪的了啊。 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剪好了啊，整个层次呢就剪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吹干，然后去剪刘海啊。我们对这个头发进行了一个吹干、吹顺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啊。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吹风的时候怎么运用啊。我先夹一下，吹这种头发呢，偏中长一点呢，我们尽量要粗一点的毛滚啊，粗一点点的毛滚。 啊，你看我这里呢有很多种毛滚啊，我都是按照它大小号啊去配的。这个红色呢是黑色的半号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越来越细。我是从细到粗，它的直径呢，你看大家看一下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发型师在工具这一块呢要多准备一些。然后这款头发尽量用粗一点的，因为头发比较长嘛，细吹出来全是棱啊。然后的话。 我们在吹风的时候，吹这种吹干了之后带顺啊，吹干的时候带顺。如果我们想要发尾进行有卷度，我们要吹下边的位置啊，吹这个位置啊，然后并且转梳，它就会变成内扣啊。然后如果我想吹这种带有弧度的，我吹中间的位置，并且呢会配合提升角度啊，先拉高，然后降低，这样去吹。如果想纯粹的吹直，就偏上一点点啊，吹上边。 啊，吹这儿，然后往下带就可以了，这个就变直了啊。来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来看一下啊。现在呢，我要吹出弧度，吹中间走啊，然后到下边呢是吹刷子的下边，并且转啊，它就会变成内扣，有弧度的。然后就这样呢，我们一层一层的向上吹啊，再分一层啊，看一下。 好，拉起来啊，吹，刷子的中间，然后走啊，转，边吹边转，然后吹到下边发尾的位置呢，进行内扣。啊，那按照这个方法呢，去把它吹出我们想要的弧度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去修剪刘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去裁剪刘海。刘海呢是在发际线以上2指宽的位置呢。 去向两侧延伸，分到哪里呢？分到两侧的外眼角，把其余的呢我们加上。那现在呢，我这样去给大家分解呢，相当于让大家同时看到了有刘海的和没有刘海的去怎么处理啊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发际线以上2指宽，然后分到2个外眼角的位置啊。 啊，这个呢是作为我们刘海的这样的一个分区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拿起来，在中间找到内眼角的距离，2个内眼角的距离，中间的距离，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去剪出它主刘海的一个长度。啊，稍等一下，我分好区。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2个内眼角的距离，这样呢，我们去剪中间的主刘海啊。好。 按照我们的长度呢，去修剪，然后抬高啊，拉开它的层次，
干发嘛，我们就用点剪啊去剪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主刘海的长度就定好了。当然，这个长度是按照你的需求来的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两边副刘海的位置呢，我们剪到嘴唇的位置啊。好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用这个主刘海的长度去连接啊，这样的斜线的进行连接。好，边剪边滑动。啊，一直连到两侧，啊，这样连下来。这边方法相同，边剪边向下滑动。好，这样剪好了啊。剪好了之后，我们拉高，去剪出上面的层次啊，在这边拉高。以我们主刘海的层次高度向上连接啊，让这个两边的副刘海呢更薄。这边方法相同，拉高，好，这边呢方法相同，我们拉高，然后以主刘海的长度做一个层次拉高的动作。接下来，我们把中间的刘海呢吹出弧度。我们取中间主刘海的位置，把它吹出弧度啊，吹成拱形。水泡在下面转。好，让这个主刘海呢拱起来。好，侧边看呢，这个刘海呢，主刘海的位置要拱起来。然后接下来两边我们拉平啊，拉平，然后旋转。拉平向后旋转，好，这边呢方法相同，拉平吹，然后向两侧旋转弯啊走啊，两边要吹的贴服一点点啊，拉平就可以。好。然后中间的位置呢，拱起来，两边，好，那这个刘海呢，暂时吹成这样，待会儿我们再进行打薄啊。接下来鬓角啊，用来修饰两侧，然后这边沿着发际线，薄薄的一层啊，薄薄的一层梳下来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很薄，后面呢夹起来啊。通常的话，如果是真人这块啊头发呢，它都比较碎一点点。好，我们下巴壳以下3指左右的长度定出外线啊，大概是这样啊。然后其实我们要以这儿的长度为准，看到了吗？我这些角是要去掉的啊。我这样去剪呢，就是让大家能明白我剪到哪里。接下来以我们副刘海的长度向两侧去连接，一直连接到最短的位置，边剪边划啊，不需要你剪刀直接剪断啊。来看一下啊，好，直接先柔和一下啊。它落下来呢，有一些阴线，没关系啊，因为这个之前做了吹直，大家都知道它的原理跟离子烫一样了啊。现在我把它吹成僵直了，待会儿呢我们把它吹成弯度就好了啊。来，这边方法相同，沿着发际线薄薄的一层，好，下巴壳以下3指位的位置呢，我们先定出长度，看到了吗？啊，我们的终点在这里啊，然后这个角是要去掉的。好，我们从后面抓起来，
边剪边划，看到了吗？边剪边划，一直连接到最短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拉到后边呢，去做一个打薄，把发尾柔和啊。待会儿我们用牙剪呢，把这两边处理的再柔和一点点啊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用滚梳把它吹出弯度来啊，吹出弯度。好，旋转啊，这刷子是这样旋转啊，大家再看一看。啊，好，这边方法相同。或者是这样去吹，好，让它有一个前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。这样呢，它这两撮呢就能很好的去修饰你的脸型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做一个前后的连接啊。看刘海要跟后面的层次做一个虚连接。我们水平拉起来，好，水平拉起来，这是刘海的长度和后面的长度啊。我们稍稍要做一点点连接，不要连得太多啊，边剪边走，别让它断的那么突兀就好了啊。来，再来一片，走，啊，这样呢，这个位置呢就会有一个虚连接。这边也是一样，找到刘海的长度，边剪呢边划啊，剪不掉多少的。你看啊，我手不动弹，让大家看一下我剪掉多少，就是这样有一个 C 型的连接啊，变短的直接变长的了啊，这个中间完全不连接呢，不好打理的。来，这边方法一样啊，好，再来一片，好看到短的之后呢，我们就进行虚连接，好，这样呢前后呢我们就连接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进行发尾柔和。侧边的头发呢，我们先把刚才剪过的切口柔和掉。好，不要看到有齐的切口。好，继续。下边呢层次虽然没连到，但是呢我们也要柔和。啊，先上面拉开层次的部分柔和，下边的层次是没有剪到的，然后我们要尽量压低。你能完全看到切口那条线的时候啊，这个角度呢才算是正好。好，继续。继续，好，这样呢，我们整个的切口呢先柔和好了。柔和好了之后，我们要用牙剪进行打薄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头膜的这个薄厚度呢是不需要上牙剪的，但是大家在剪顾客的时候呢，经常能碰到头发有超厚的啊，这样呢我们就采用牙剪啊。我给大家去演示一下牙剪如何打薄。好，通常呢，我们会把头发分为4个区，然后
我们先从后区开始，要一半一半的剪啊。你吹干了之后要一半一半的剪啊，因为剪不完这个你就会夹出印子来了。来，继续从下边开始，我们要采用大齿梳啊。大齿梳呢，我们上几节课呢，我们已经讲到了为什么要用大齿梳，是吧？用牙剪呢，在里边稍稍的做一些调亮啊，哪儿厚打哪儿啊。注意啊，是外切口，高层次的切口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打它中段。啊，长发用大齿梳打薄是特别好用的啊！来，好，这样呢就能看到有一些线条感了啊。那这种中长发打薄呢是没有什么技巧的啊。来，继续。好，来到两侧。下边呢，少去一些底线的位置不要动啊，靠那牙剪，底线的位置不要动，因为呢，这么长头发有可能扎啊，扎起来呢，就不想让它有太多碎发掉落下来。好，我们调节一下后部的外线厚度。好，上面方法相同。你的头顶是打不到的啊，仔细看。头顶是打不到的啊，这个你下剪刀的时候呢，哎，你自己瞄一下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刘海的薄厚呢，我们最后打啊，两边完成了，我们最后去打刘海的位置啊。好，这一半，我们上下呢分为3区啊。左右呢分为4区，2个侧发区，后面啊再分2个区，一半一半的去修剪啊。来，下边去除的切口啊，落下来看它厚不厚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啊。但是你一定要用无痕牙剪，好吧？安全刃的啊，这种牙剪呢是这个位置没开刃的啊，没开刃的，所以它去量特别少，这样呢它就不会毛。继续。中间，好，这样后面就打好了。我们来到侧发区啊，其实这个打薄呢很简单的啊，这种中长发打薄，只要你有无痕牙剪，就没有啥太大的问题。来，继续。下边还是保留，好，上边还是打不到上面啊，来继续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用牙剪去调整一下刘海的薄厚度，因为这个头发呢，刚才我是把它吹直了，所以呢它会僵直啊。待会儿呢我们再吹一下啊。待会儿再吹一下，好，中间主刘海的位置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主刘海的位置，啊，我们用密人的尺，主刘海的位置呢，你的刀刃一定要在下边啊，一定要在下边，先把它去亮啊，因为头膜呢，发际线呢它是厚的，真人的话发际线它会反而会很薄，然后这个位置呢，我们牙剪呢在根部的位置进行调节啊，剪这种刘海呢，大多数呢。都是在根部调节的啊，只调主刘海啊。大家看一下主刘海的位置呢，就变得很柔和了啊，它并没有打薄过的痕迹啊。来，继续。表层呢，我们拿手压住，好，表层呢，头发呢就不剪了，盖下来，防止有毛躁的。然后侧发区。我们刚才啊剪过的位置，拉起来啊，
这个位置呢，就是要把它打得柔和一点、碎一点点啊。来，发尾柔和，打薄啊。通常是呢，顾客的这个位置是退化点，他的头发会很碎啊。来，我们把副刘海的薄厚呢，也直接调整出来啊。长的夹到后面啊。哎，这样呢，我们这边的刘海呢，这个薄厚呢就调整的差不多了啊。待会儿我们一吹啊就没问题了。哎，这边继续。好，这个位置呢多打薄啊，让它看起来柔和。好 ，OK。这个时候呢，把上面掉落的位置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上面有杂乱的啊。好，杂乱的呢，稍稍这几根，我们把它修整一下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的，把刘海刚才重复的那个吹风的动作呢，再吹一遍。好，啊，你看头发薄，现在它就好吹。走啊，好，这样的效果呢，马上就会呈现出来。这样呢，我们做一个旋转的动作，好，上边呢有刚才滑短的偏直的头发啊，我们也这样吹一下，向后走啊，向后走，转啊，这个刷子是这样运行的啊。好，这边完成啊，那然后我们去吹另一侧。啊，把这个短的吹勾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把上面掉落的，刚才吹直的部分呢，给它向后走一个弧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后脑勺的位置啊，在后面黄金点左右的位置分一个三角形啊，把后边这个发根顶起来就可以了啊，分一个小三角形。啊，吹一下，啊，让这个位置蓬松一点点就 OK 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这款发型呢就分享完成了。来，继续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。我们向后梳理，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些短的露出来，会帮你修饰脸型。那这款头发啊，然后在扎起来的时候也特别的好看，然后这一款呢是我之前在直播间给大家修剪的一款头发。那看刚才呢。
这个呢是我刚才剪的，我并没有打任何的造型品啊。这个打了一点点精油，这个没有打啊。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效果呢是一样的啊？也就代表着我们的课程的复制性很高啊。看一下啊，好。然后接下来啊，像这种效果呢，我们再打一点点精油，少量的精油涂在手上搓匀啊，然后打后侧，先打后侧，然后呢发尾。打东西的时候先可后面打，别第一下打多了，还要去洗头啊。这个刘海沾上少量的就可以了。这精油呢，就是让它看起来亮一点啊，顺滑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按照想要的造型呢，去把它梳理出来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发型。你也可以根据需要再去打的柔和一点，或者让它更厚一点点。好，那这一半呢，我们就看一下扎起来的效果啊。当他把所有头发扎起来的时候啊，你看他的刘海呢，以及脸基线周围呢会掉下来一些头发来修饰脸型啊。然后这是他的刘海的部分啊。那今天的分享呢，我们就到这里了啊。待会儿呢，给大家去把这个照片拍出来。好，那这节课的分享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这节课程呢对你能有所帮助。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